为什么人类能把电子塞进芯片，造出超级计算机，却至今搞不懂它的肚子里装着什么？电子绝不是课本上那个枯燥的小符号，它是我们现代生活和整个物质世界的隐形基石。每当你按亮厨房的灯，滑动手机屏幕，甚至吸入一口氧气，都有亿万个电子在同步运作。这些微小粒子像勤劳的蜜蜂围着蜂巢打转，永不停歇地绕着原子核跳舞。正是这股动力让原子相互连结，形成分子，构成万物。没有电子就不会有水、石头、树木。宇宙里的所有物质都将散成毫无意义的碎片。过去100年里，人类一步步驯服了电子，我们让它们沿着导线有序流动，为城市输送光明与温暖。我们教会它们在微芯片里高速运算，处理海量信息，甚至能以纳米级的精度测量出电子的质量、速度和电荷。可偏偏最本质的问题成了科学史上的未解之谜。尽管我们每秒都在使用电子，一旦追问它的内部究竟是什么，所有科学家都会陷入沉默。你是不是也在课本里见过电子的样子？一个蓝红小彩球绕着原子核转圈圈，这只是为了方便计算的简化模型，真相可比这诡异多了。电子根本不是能摸能测的固体小球，如果它是，那总得有个表面吧。可物理学家刚想碰到这个表面，它就像烟雾一样溜走了。粒子加速器的实验证明，电子在常规意义上没有半径，它是个没有长宽高的点，却实实在在有重量和能量。更离谱的是，它还能同时当粒子和波。想象你扔个网球砸墙，它没反弹，反而像雾一样同时从好几个地方穿了过去。电子就是这么干的。这种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的状态，把小球的神话彻底打破了。它更像一团概率云，只有当我们试图捕捉它时，才会在某个位置显现。课本里的可视化，只是怕我们的大脑被微观世界的奇异性搞崩溃而已。真实的电子根本不符合我们对形状和体积的所有常识。拿块砖头敲碎，你会得到碎屑、粉末、分子，最后是原子。曾经我们以为原子是物质的最小砖块，后来才发现原子里有原子核，原子核里有质子和中子，而质子还能拆成更小的夸克，简直像无穷无尽的套娃。但电子却在这儿突然刹车了。根据现代物理学的标准模型，电子是基本粒子，意思就是它没有内部结构，没有内核，没有更小的粒子组成它，它本身就是宇宙的基本单元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的纯净代码。如果质子是由各种零件拼成的复杂机械，那电子就是完整不可分割的信息和能量块。大型强子对撞机和高精度低能实验的最新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。科学家在比原子小100万倍的尺度上探测电子，除了电子本身，啥也没找到。这种不可拆分的特性让它独一无二，是微观世界里少数不依赖其他部件的真主人。要是电子能拆分，那我们的物理、化学、生物法则都会彻底改写。正是它的简单，才撑住了我们周围一切的稳定性。电子最反常识的一点，就是它本质上没有物理边界。在我们的日常世界里，啥东西都有大小，可科学家反复测量电子的宽度，得到的结果都是0。物理学家叫它点粒子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有重量、带电荷还在旋转的物体，却不占据任何空间，就像把整个地球压缩成一个看不见的数学点，却还保留着所有质量和引力。电子就是这么离谱的存在。为啥这很重要？如果电子有可测量的体积，那它内部总得有核或者结构吧？但最先进的实验证实，在比原子小数十亿倍的尺度上，电子看起来还是个点。这个悖论让科学家恍然大悟，电子根本不是微小的物质碎片，而是集中在某个空间坐标上的密集能量。原来我们宇宙的基础是由不占空间的物体构建的，却偏偏掌控着整个世界的运转。要搞懂电子的本质，物理学家不得不彻底推翻真空是空的这个常识。最新科学数据告诉我们，所谓的真空其实一片热闹，整个宇宙都充满了看不见的量子场海洋。平时它安安静静不显眼，一旦获得能量，就会像水面泛起涟漪一样产生扰动。而这种局部的能量扰动，
就是我们说的电子。所以电子根本不是由普通物质构成的，它是构成空间本身的织物振动出来的。这也解释了为啥宇宙里所有电子都一模一样，不管你眼前的电子还是遥远星球上的电子，质量和电荷完全相同，因为它们都是同一片海洋里的涟漪。以前我们以为电子是空旷舞台上的小演员，现在才明白，电子本身就是突然震动起来的舞台。这也坐实了物质是被量子场囚禁的能量这个理论。现在你还觉得空无一物的真空真的空吗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科学家的好奇心可不会停在理论上，哪怕标准模型说电子不可拆分，他们也要亲自撞一撞试试。为此，他们用上了人类造过的最牛机器——大型强子对撞机。原理其实很简单，就像想拆瑞士手表，把2块表以子弹的速度撞在一起，看能不能拆出零件。物理学家把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，狠狠撞向其他粒子，心里盘算着，要是电子内部有子粒子或者结构，这么一撞肯定会碎，零件就会跑出来。这可是当初发现质子由夸克组成的方法，可结果让所有人意外，不管撞多少次，电子都完好无损，碰撞的能量反而变成了新的粒子，比如光子。电子本身啥事儿没有，活像个完全有弹性的超级皮球。这些实验证明，至少现在我们还没有任何工具能撬开电子这个最硬的坚果，哪怕模拟大爆炸最初几秒的极端条件也不行。这可是个关键证据，连这么极端的环境都拆不开它，那电子大概率真的是宇宙的基本实体。不过这只是目前的结论，既然拆不开，那我们就测它的形状。科学家们想，如果电子内部藏着更小的粒子，那这些粒子的分布肯定会让电子的电荷偏移，形状可能像鸡蛋或者压扁的橘子。于是他们做了精度恐怖的测量，专门找电子的电偶集聚，也就是那种微小的不对称性。结果却震惊了所有人，电子是完美的圆形。科学家打了个比方，如果把电子放大到整个太阳系那么大，它和理想球体的偏差还不到一根人类头发丝的厚度。为啥这个发现这么重要？这种极致的对称性就是基本粒子的直接标志。要是电子内部有任何结构、粒子或者层次，哪怕再微小，都会造成一点点不均匀或者电荷波动。可现在连最精密的仪器都测不出偏差，说明电子内部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，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。这个结果直接打了好多电子有复杂结构的替代理论的脸。电子的本质选择了绝对的简单和和谐。虽然所有实验都显示电子是个点，但有个理论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弦理论。根据这个理论，如果我们有一台能把世界放大1万倍的超级显微镜，就会发现电子既不是点，也不是球，而是一根无限细的振动的能量弦，像个小圆环或者琴弦，就像吉他弦，不同的振动频率会发出不同的声音。宇宙里的所有粒子其实都是这根弦的不同振动，某个频率振动就是电子，换个频率就变成光子或者夸克。整个宇宙就像一场巨大的交响乐。可问题来了，这些弦太小了，要想探测到它们，得造一个整个星系那么大的对撞机，这在现在根本不可能做到。所以弦理论目前还只是个美丽的数学假设，没有被实验证实，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。电子的本质可能是宇宙琴弦上的一个音符。在科学史上，我们总觉得小的里面还有更小的，比如原子拆成质子，质子拆成夸克。所以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夸克在电子里的假设。电子不是基本粒子，而是个盒子，里面装着更小的夸克。这个想法当时很吸引人，因为它能解释为啥宇宙里有这么多不同的粒子，都是夸克的不同组合吗？可到了2025年，这个假设被彻底推翻了。根据量子力学定律，要是把一个粒子关在电子这么小的空间里，它得有惊人的能量。计算下来，如果电子里真有夸克，那电子的重量得是现在的数千倍。这就像把一头大象塞进火柴盒，要么盒子碎掉，要么盒子变得和大象一样重。可现实里的电子又轻又稳定，完全不符合。
再加上现在的探测器和数据一点夸克的影子都没找到，科学家不得不承认，自然界不总是无限拆分的，有时候简单就是最终的答案。走完这趟探索电子的旅程，我们得到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结论，这是2026年现代物理学给我们的答案。我们总觉得复杂的东西由无数小零件组成，钟表有齿轮，电脑有晶体管，生命有细胞，但宇宙最深层的构造却恰恰相反。电子不需要任何填充物，它的本质就是无组成，完美的简单。正是这种无组成性让电子永恒不变。大爆炸第一瞬间产生的电子，过了数十亿年，至今还是当初的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这种基础的简单性简直是生命的礼物，它保证了宇宙任何角落的化学定律都一样，原子会永远可靠地结合在一起，才有了我们眼前这五彩斑斓的世界。最新数据证实，我们身边的所有多样性都是从几个绝对简单、不可分割的元素里生长出来的。电子教会我们一个真理，真正的力量和稳定性不在于复杂，而在于纯粹和基本。它是构建世界的完美基石，不需要用更小的东西来解释。这就是科学的魅力。在寻找最复杂问题的答案时，我们最终发现的是惊人的简单性。电子的简单是整个宇宙稳定运转的核心，也是人类能探索宇宙、理解世界的底层基础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核又好懂的微观宇宙科普，别忘了关注我，带你解锁更多粒子世界的秘密。点赞收藏这条视频，下次想看的时候直接就能找到。